没想到啊，连 VGN 也开始给键盘上浓度了。前段时间 VS1女坨坨刚走，后脚全身都是二次元美少女的 V87 Pro 啊，它来了。这一次 V87的配置啊比较多啊，还是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哪款更值得入手。首先，这次 V87按照价位分为4个档，想要二次元彩印的话呢，只有299的版本才具备。那以下的包括149和199都是一个纯白纯黑色的外观。我也尝试过把2把配置的 V87分别轴体和键帽互换，那结果发现这款键帽对声音的影响还是蛮大的。所以说了这么多，如果大家预算足够，又不介意这个二次元的彩绘的话，那肯定还是建议大家上299的顶配版本。阿尼亚轴加上这一套高度的键帽，对声音和手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。那聊回键盘本身的外观，V87顾名思义就是87配列。87配列不像75啊，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稳定了。只要和87沾边的厂家基本上都不会做过多的修改。背面的 U1 彩印主题啊，也是覆盖了背板大概2/3的空间。那中间这一块贴纸呢，就显得稍微有点低情商了，可以稍微挪个位置嘛，这里放这里影响我看老婆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提到，那 V87可能是为了让背面的彩绘附着更加稳定，那背面的磨砂感和正面真的不是一个档次的，会相当的粗糙。前高的话，我测量了一下，在18到19毫米左右，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。键帽的话是一套全5面声化的 KDS 高度，次顶配还有 MDA 高度和原厂高度可选。有一说一，299的3模键盘用上全5面热升华，确实就蛮离谱了。那上一个这么做的厂家，大家应该还是印象深刻啊，就是那个瓦基里。键帽的印刷数字啊，是明显在合格线之上的。可以看到键帽用了非常多带有边界的元素设计，这种元素啊，它印歪了会非常明显的，就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所以说 VGN 敢用这样的字符元素设计，我觉得对自己的印刷精度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在轴体方面啊，顶配用的是阿尼亚轴，这个轴体的话 VGN 已经用了几代产品了，大家的反馈还是蛮不错的。那这把键盘的声音能这么好听，那也有一半是归功于这套轴体的功劳。比较可惜的是啊，只有在顶配版上才有阿尼亚轴体可选。再往下就是动力银轴还有草莓布丁轴了。动力银轴是高特代工，和之前的蒸汽波轴表现类似，可以保持在一个合格线之上的输入水平，但整体的声音蛮大的，不太适合在宿舍里使用。说完了键帽和轴体啊，接下来就是键盘内胆方面。那这里还是要劝大家一句啊，千万不要闲的没事去瞎折腾这把键盘。V87两侧的卡扣做的是非常的浅和硬的，非常难拆，同时撬开之后大概率两边的卡扣都会战损啊！真的，拆这把键盘之前三思啊！填充部分啊，高配和中配是保持一致的，一共有5层，中间是 P 棉石油垫和轴下垫，底下的话是 P 棉加硅胶的组合，非常标准的一套流程。底部可以看到硅胶上是有一定的刀法存在的，就做的比较空。底壳敲击的部分区域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空心的感觉。在电池仓位上 ，V87是只有一个，左上角这边也空出来一个接口啊。后期如果觉得续航不够用，是可以自行升级了。那另外啊，这把键盘拆开之后，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地方，就是轴座啊，居然是凯华的，但是配置单上明明写的是 V87高特轴座，那这不太对劲吧？那反向虚标了，这是。那 VGN 也太良心了吧？在我问了一下厂商之后，给到答复是大货确实是高特轴座，那这是送测版本的独享的 moment。其实两款轴座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坏之分啊，只要插座的时候不要大力出奇迹，应该没有人会一天换几次轴来玩吧。至于键盘的主控方案是老伙计 BYK916啊，延迟测试这里简单给大家做一下，也是常规的水平。定价方面也是 VGN 一贯的套路啊，价格越高看着越有性价比。套件虽然看着79块钱很香啊，但要煮好的成本想要达到 V87 Pro 这个效果，那还是有难度的。V87 包括 V87 Pro 在200到300价位呢，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啊，要颜值有颜值，要手感有手感。在这种性价比键盘上，我一般比较担心的还是品控问题啊。那起码我手里这2款还是没有遇到的。但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万一大家到手的键盘真的出了问题，
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店铺购买，那都是可以退换的，就看开售的时候这款键盘货源充不充足，爽不爽喉了。好了，那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